天是中秋之夜，地铁、过道里，无家，甚至有女士。因为今天晚上酒店住宿太贵了，翻了好多倍。我是刚剪完重庆中秋之夜的视频，已经凌晨1点多了，就上传一个晚上，明天就能发布了。中秋之夜啊，我也沦为了一个四处飘荡的游魂啊。重庆是典型的山城，上坡下坎特别多，这就催生了重庆一种特殊的职业——棒棒，指的是背着竹棒靠肩挑体力活谋生的搬运工。眼前是朝天门码头附近的小石质，我在2年前曾在这里拍过棒棒军的视频，所以今天故地重游，看看2年时间这里发生了什么变化。朝天门是重庆棒棒军最多的地方之一，因为这里坡多路窄，台阶多，车辆难以通行，货物运输常需要工人搬运，棒棒呢并成为了最有效的劳动力。那么第二，朝天门呢历来是重庆的水运交通枢纽，周边呢有批发市场、仓库、商铺密集，货物流动量大，无论是装卸货、搬运商品，还是帮旅客提行李，那么都需要棒棒的帮忙。虽然在今天棒棒军的身影已经缩减了许多，但是在过去啊，这里是棒棒军集中的地方，于是呢，实惠管饱的快餐应运而生。盒饭自助餐12元一位，饭菜多可嘉。朝天门30年老店，菜品新鲜。吃饭，随便吃。我记得2023年的时候，我就在这里体验了一下，感觉特别接地气，就板凳饭啊，又实惠又吃饱，还菜式多。等一会儿，正好是吃饭的时候。12元自助管饱，蔬菜荤菜都有，满满的这个回忆啊。那时候我刚拍视频没多久，我就很喜欢重庆这个。这个是番薯糯米饭，好像，麻婆豆腐、虎皮青椒。这个粉蒸肉很不错，是肥肉裹粉，然后烧白。这个地方是小石质，是渝中半岛最繁忙的地方，因为紧挨着朝天门啊。过去这里有码头的，是主要为这些。它就在这个商场的门口这里，面对着一个地铁站出口。在别的城市没见过这样的景象。我记得2023年的时候，我是坐在这个阶梯上吃的，当时这个地方也是蹲的蹲，坐的坐，就坐满了吃饭的人。在上世纪80、90年代，棒棒军的身影穿梭在重庆的街头巷尾，眼前吃盒饭的地方也有许多的棒棒军的身影。但是如今随着重庆城市的更新啊，基建的建设，物流机械化，棒棒的身影越来越少，但我们还是偶尔能看到他们出现在码头、批发市场和老街巷之间。他们凭一根竹棒、一条麻绳，在陡坡密布的山城里挑起了无数家庭的生活，也见证了重庆从码头城市到现代都市的转型。
哦，这样的自助餐还挺多摊的，就这一排的话，200米的距离有6、7家，每家的价格都是12元一位。据说2023年的时候也是12元，据说这2、3年也没涨过价。从我住的小石至地铁站搭公交车约50分钟，来到了这个江的另一面。这里有一个三毛广场，不知道跟三毛是什么关系。中国台湾当代女作家、旅行家，出生在重庆市南岸区。哦，这是三毛的祖籍。它跟深圳啊、香港啊很像的地方，它就是有你可以游览城市的现代风貌，又可以躲到山里面。现在我要去一个观景台，叫南山一棵树吧。我没太做功课，但是那里可以俯瞰两江交汇，是从另外一个从来没有过的角度欣赏重庆风光。开始爬山，南山一棵树，还要买票呢。在重庆20多天了，第一次爬山，一直都在渝中半岛那边溜达，第一次来到南岸这边。看到这一幕，觉得值了。你看，这黄昏时分啊，重庆城区呢被染上了金黄色，看，哇，太漂亮了。虽然是城市丛林啊，但是看这个渝中半岛啊，被两江环绕着，蓝天白云，你看飞机啊，真美。这些桥我都是可以一一数得出来的，因为每座桥我基本都走过。那里来福士朝天门。那么有一天晚上，我们在那个江对岸弹子石地铁站那边看文姬秀的，对重庆的记忆点越来越多了。把无人机拿出来，这个是新买的无人机啊，就好多朋友都记得我失去了一台无人机。这么美的城市落日景象。它特别艳丽，但是相机也好，无人机也好，都没有能够完美的呈现它的那个原来的色彩。上这个天气看一眼，一棵树啊，听说当年江泽民啊、胡耀邦啊都来过这里拍照留念。南山一棵树观景园隶属于重庆南山植物园，位于重庆南岸区南山风景区，与市中心隔江相望，海拔500余米。因为这里多年生长着一棵旺盛的重庆市市树黄桷树而得名。懒得爬了，有点累，还是坐电梯吧，能直达6楼。重庆市南山植物园。
情侣居多啊，这个。这是长江，嘉陵江在那边。像那边的话是这个菜园坝大桥啊，我觉得整个重庆非常宏伟的一座大桥啊，非常值得你来重庆旅游的时候，从桥的这一端走到另一端，是一种很难忘的体验。这个是东水门大桥。哇，这上面更加一览无遗啊！而且凉风吹来啊，哇，站在这高台上，太爽了吧！现在我就是重庆最高的人。我觉得来这里拍个岩石一定非常的值得。它有这种天色的变化，又有城市建筑的变化，还有车流跟这个河上船只的一个动静的变化，就让一幅画面变得就是既这种气势恢宏又栩栩如生。看江上的游船呢，也亮起了一圈一圈的这个霓虹灯，那么像这个立交桥上的车呢，也亮起了这个前灯跟尾灯啊，黄色的、红色的，这座城市开始变得美丽起来啊！哇，这晚霞特别的这个橙红色，饱和度特别满，像是在一个糖果世界一样。现在这个天边的晚霞更红了。这里太惬意了，这个既不冷也不热，然后还有点微风。这还能用望远镜扫码看，3分钟9.9元。看来还是要多出来走一走。我虽然来重庆20多天了，很多时候是在酒店里面剪视频，晚上才出来溜达一下，白天就在埋头剪视频。所以把了60多集的一个越南阿叔闯越南，有4分之一的时间是在重庆剪辑完成的。阿树呢，新的一个系列旅行又要将开始了。The most cyber city in China， 中国最赛博朋克的意思。
赛博朋克指的是具有科幻感、具有未来主义感的一个城市。那么重庆这种摩天大楼群，以及它这个很魔幻的这个山城特点啊，然后成就了它中国最巴地的城市、最赛博朋克的城市的一个称号。哦，原来这个南山一棵树指的就是那棵树哎。哦，一开始我还觉得这30块钱爬个山有点贵，那现在我觉得它的一个观景的层次感很丰富。你看这个就是刚才我们从那个亭子下来的，现在就是它孤溜溜的，像一盏在黑暗中的明灯一样。坐电梯来到1楼，那么往前下个阶梯就到了南山一棵树了。南山植物园一棵树，欢迎您。上面是好长的一副对联的感觉。在1986年，黄桷树被选定为重庆市市树。选定的原因，据说是因为其顽强的生命力、粗壮的树干、旺盛的枝叶，在重庆山城的坡地、岩壁、街旁呢尤为常见。这个美丽的绚烂的黄昏啊，就昙花一现，很短暂啊。还是有晚霞那个会更美一点。真好吃啊，比市场价贵了2元吧。天下夜景在渔舟，光赏佳丽一棵树。灯源远眺，山城叠翠，江楼相映，大桥飞架，灯火璀璨。渝中半岛如巨轮破浪，长江是玉带蜿蜒。重庆夜景壮美辽阔，山城风貌尽收眼底。重庆俯瞰全景图，它标注了这里的一些最高的楼啊，最知名的楼。您觉得重庆人是什么性格特点呢？火爆呗，火爆的，很火爆火辣的性格。火辣？对。啊。动不动就脾气很大的。啊。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性格呢？跟气候有关吧。对啊，热的时候谁的脾气好啊？啊。这2天不热嘛，但重庆本来就热嘛。啊。40多度啊。我不由想起中学时候的地理课本上说到中国的4大火炉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重庆、武汉、南京、长沙。重庆是因为它在河谷嘛，那么海拔低，而且呢它3面环山，一面临江，那地形封闭，热空气不易扩散，湿度高，体感闷热。那么夏季呢常出现连续高温35摄氏度以上的天气，夜间呢也气温降不下来。包括其他3大火炉，南京、武汉、长沙也大多在长江边啊，这是因为长江沿岸的城市普遍是经济跟交通的中心，那么城市化水平高，混凝土建筑密集，形成热岛效应。大家好啊，今天呢将前往下一站了，去成都溜达一圈。这2个城市呢，比较接近，但是又各有特点。煎饼道吃过一次，昨天吃一碗重庆小面18块钱，这里一个煎饼26块钱。打工人一天可能就是累死累活了，能挣100块钱一天就不错了。但是现在物价涨，但是工资没涨，确实挺有压力的。没买到坐票，只能站着。再过到这里，烤肉、煎饼、
21块钱一个小米粥，7块钱，合计28。上次吃了一个里脊的，这次吃这个烤肉的，里面有生菜，烤肉挺入味的。这烤肉是挺好吃的，咸甜口味的。从重庆北站经过2个小时，来到了天府之国四川成都，这是我第2次来到这里了。下了点小雨，还挺冷的。开箱在成都的一个酒店。这是如家的酒店。这个129块钱，含一份早餐，送了1盒的水果，一次性的拖鞋。还有咖啡、绿茶、矿泉水。成都比重庆要凉一点。这里有3种水果：小番茄、脆梨，还有蜜枣。小番茄不甜的，就有酸味。下榻的酒店附近有一家老妈蹄花，每次路过感觉里面生意都不错，所以今天来尝一下。老妈蹄花是四川成都市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名菜，属于川菜系的一种小吃，其汤白如乳，味鲜浓郁，肉质酥烂而闻名。据说老妈蹄花起源于成都的老茶馆跟夜宵摊，早年呢是一道用来暖胃跟解酒的平民美食，因为许多经营者是慈祥的老妈妈，人们便亲切地称之为老妈蹄花。其做法主要是猪蹄经过长时间的小火慢炖，加入姜、葱、花椒、料酒等调味料，有的店呢还会加入黄豆、白萝卜、枸杞等，汤汁乳白浓厚，猪蹄软烂脱骨，胶原蛋白丰富。吃的时候通常搭配蒜蓉蘸酱或者爆菜一起食用。在成都几乎每个区都有知名的老妈蹄花馆。太好吃了，特别下饭。你看，轻轻一挑捏起来了。这份39元的叫扒蹄花啊，我在重庆也吃过这个蹄花，老妈蹄花。然后这个是蘸酱，而这个蘸酱跟重庆的很不一样，重庆那种很像干辣椒，这里这种像是这个剁椒的感觉哈。你看，满满的胶原蛋白，你看，这个汤也很鲜。太饿了，现在中午的快1点了，还没吃。像这个猪蹄的话，就煮得非常的软糯，你看就像果冻一样的质地。怎么个吃法呢？就是把它这个筷子稍微轻轻一挑，那它就出来了。应该是炖得非常的烂熟了。这汤也挺好喝的，里面有这个当归，还有云南白豆、枸杞、红枣。这个猪蹄非常的滑，又嫩又滑，哇，好吃好吃，就感觉特别的嫩，然后呢那种风味啊又很浓郁，几乎入口即化。豆子，而这个猪蹄筋啊，它已经煮得非常软了，它就已经骨头跟肉完全的分离。哦，这汤也不错。这是一个小猪的猪蹄吧，你看到这个骨头很细很小。
这位他看我汤少了，又说帮我加汤啊，谢谢。以上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，很开心你能看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忙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感谢收看，我是阿树，我们下期见。下期影片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凌晨4、5点的成都是什么样的。